非有消息，欧洲著名的长途联航挪威大西洋航空最近传出新闻，它被报道说战略调整将提升承揽分包和包机业务的比例。有评论认为，这意味着长途联航的又一次失败，背包客们想要只花几十美元跨越大西洋的可能性越来越低。挪威大西洋的前身是挪威人航空，最多时拥有几十架的波音787，它以极低的价格参与跨大西洋航线的竞争，一度非常的红火。疫情时，它遭受灭顶之灾，后来创始人重募资金，再次成立了挪威大西洋航空，拼命地想举起长途联航的大旗。廉价航空近20年来风靡全球，通过独立出售餐食服务、选座服务和行李托运服务等等，细分客户的需求，将机票价格压到了令人发指的水平。例如，在东南亚，印尼狮航和苏武航空都经常每小时100元人民币。韩国多家廉价航空价格也很低，极大的方便了出行，促进了经济。廉价航空在一些地方甚至已经走入极端，例如有些航司的行李架要单独收费，免费的随身行李只能放在脚下，有些航司人工办票也要额外收费，有些航司不允许乘客食用自带的食品等等。但总体来说，旅客们对短途的廉价航空认同度较高。由于机票便宜，航程短，虽然有诸多的不便，但是稍微忍一忍，1-2个小时也就到了，出机场就下馆子吃饭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然而长途联航的发展则遇到了很多的问题，在超过6个小时的航程中，不吃不喝非常的难熬，餐食在长途航线上属于是刚性的需求，单独收费有宰客的嫌疑。廉价航空的座位密集，苏武航空甚至给空客 A330-900摆了468椅子，只要有1-2个臭脚丫、狐臭啥的就非常的难受。夜间航班乘客集体打鼾也很不雅观，诸如此类的囧途问题一堆，航空业高大上的形象因此一扫而空。长途联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机组人员往往因为工作时长问题无法原机返回，必须在原地休息，还得另换人马上岗，这会导致成本的严重上升，不利于压低价格。所以综合餐食、行李、舒适度和运营成本等因素，全球的多起长途廉价航空的试验都失败了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香港的甘泉航空，仅仅开航1年多便轰然停摆。挪威人航空其实在疫情前就已经遭遇到了资金困难，当时大西洋航线上传统航司的票价也很低，它的利润空间很小。现在的挪威大西洋航空仍然没有免费的餐食，只有饮用水是免费的。它有奥斯陆前往洛杉矶的航线长达10个小时，餐食统统需要预定，价格在20到30美元之间。乘客们也都懂得算数，都会把额外的刚性费用加进去，因此机票虽然便宜一点点，但是总体费用难有吸引力，发朋友圈的话还可能被亲友们笑话。挪威大西洋在订办航线上已经难以吸引客人，转以包机为主是正确的方向。它前不久成功飞往南极，还包机首航了北欧和澳大利亚，广告效应应该说是很好的。它也放弃了主营大西洋航线的初心，现在开辟了曼谷航线，还在英国设立了分公司，但吃饭问题如果不解决，未来恐怕依然难以支撑。在全球范围内，现在长途联航只有亚洲航空做得还不错，它的成功之道就是餐食便宜，人民币30元左右就可购得。除了亚洲航空之外，全日空成立了拉链航空，目前有跨太平洋的航线。日本航空成立了爱解盼，但只在东南亚活动，都还看不出是否成功。所以长途廉价航空到底有没有希望，或者是出路在哪里？朋友们，欢迎谈谈你们的看法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